黄房间的秘密。加斯东·勒鲁。第24章。鲁莱塔比尔识破凶手双面。斯坦格森小姐第二次险些被谋杀，不幸的是，这一次比上一次严重得多。那个男人在那悲惨的夜晚，用刀在她胸口刺了3下，使她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生死线上徘徊。最终，她活了下来。但是，虽然她的身体一天天好转，精神却未能恢复正常。只要一提到那可怕的悲剧，她就会神志不清。而当罗伯特·达尔扎克在发现看林人尸体的第2天，于格兰迪耶城堡被捕时，我们眼见他那美好的心智更深地坠入深渊，更是悲痛万分。罗伯特·达尔扎克大约9点半到达城堡，我看见他穿过公园跑来，头发和衣服都凌乱不堪，满身泥泞，样子狼狈至极。他的脸像死人一样苍白。鲁莱塔比尔和我正靠在画廊的一扇窗户旁，他看见了我们，向我们发出一声绝望的呼喊：“我来得太晚了吗？”鲁莱塔比尔对他喊道：“不，他还活着。”1分钟后，达尔扎克先生走进了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隔着门，我们都能听到他抽泣的声音。真是命中注定啊！鲁莱塔比尔在我身旁呻吟道：“究竟是哪些地狱之神在守护着这个家庭的不幸？如果我没有睡着，我就能从那个男人手中救下斯坦格森小姐，并且让她永远闭嘴，看林人也不会死了。”达尔扎克先生出来和我们见面，他泪流满面。鲁莱塔比尔向他讲述了一切，他如何尽力想拯救斯坦格森小姐和他自己，在看清那个男人的脸后永远赶走他，以及他的计划如何因麻醉剂而化为泡影，血染当场。啊！年轻人低声说：“如果您真的信任我，如果您能说服斯坦格森小姐信任我，但是这里所有人都互不信任，女儿不信任父亲，未婚妻不信任未婚夫。您让我尽一切努力阻止凶手的行动，他却好像在为自己被谋杀做准备。而我来得太晚了，半睡半醒，几乎是爬到这个房间，看到那个不幸的女人浑身是血，才完全清醒过来。”应达尔扎克先生的要求，鲁莱塔比尔叙述了当时的情景。当我们追赶凶手穿过门厅和庭院时，他靠着墙壁以免摔倒，然后走向了受害者的房间。前厅的门都开着，他走了进去。斯坦格森小姐不省人事，一半身体歪倒在桌子上，眼睛紧闭。她的睡袍被从胸口涌出的大量鲜血染红了。鲁莱塔比尔仍然受到麻醉剂的影响，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场可怕的噩梦之中。他走到画廊，打开一扇窗户，向我们报告了罪案，命令我们向凶手开枪，然后又回到了房间。他穿过空无一人的书房，进入客厅，客厅的门半开着，摇晃着躺在长沙发上的斯坦格森先生，就像我片刻前叫醒他一样，把他叫醒了。斯坦格森先生睁着迷茫的眼睛站了起来，任由鲁莱塔比尔把他拉到卧室，看见女儿后，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啊！他醒了，他醒了！现在他们2人用他们颤抖的力量，一起把受害者抬到了床上。然后，鲁莱塔比尔想和我们一起去了解，但是在离开房间之前，他在桌子旁边停了下来。在那里，地板上有一个巨大的包裹，一个大包袱。那个包袱为什么在桌子旁边？他解开覆盖着他的粗麻布。鲁莱塔比尔弯下腰，纸张，照片。他读到：新型插动聚光验电器，可称重物质与不可称重以太之间中间物质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样的神秘？命运何等可怕的讽刺！竟然在有人谋杀他女儿的时候，
把这些无用的废纸还给斯坦格森教授，而这些废纸，他第二天早上就会把它们扔进火里，扔进火里，扔进火里。在那可怕的夜晚之后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又看见了马凯先生、他的书记员和警察们。除了斯坦格森小姐，她当时处于接近昏迷的状态之外，所有人都接受了讯问。鲁莱塔比尔和我商量之后，只说了我们认为应该说的话。我没有提及我在那个小暗室里的逗留，也没有提及麻醉剂的事情。总而言之，我们隐瞒了一切可能让人怀疑我们有所预料的事情，也隐瞒了一切可能让人相信斯坦格森小姐在等待凶手的事情。或许这个不幸的女人将用她的生命来换取那个包裹着她凶手的秘密。我们不应该让如此巨大的牺牲白费。亚瑟兰斯告诉所有人，他表现得如此自然，以至于我目瞪口呆。他最后一次见到看林人是在晚上11点左右。他说，看林人曾到他的房间，是为了取他的行李箱。那行李箱本应在第二天一早送到圣米歇尔车站，而且他还和看林人聊了很长时间关于打猎和偷猎者的事情。亚瑟·威廉·兰斯确实打算早上离开格兰迪耶，像往常一样步行前往圣米歇尔。他利用看林人早上要去村里的机会，让他帮忙把行李带走。当我看见那个穿绿色衣服的男人从亚瑟·兰斯的房间里出来时，他拿的正是这个行李。至少，当斯坦格森先生证实了他的话后，我倾向于这么认为。他还补充说，前一天晚上他没有荣幸与他的朋友亚瑟兰斯共进晚餐，因为后者大约在5点钟就已经向他和他的女儿告别了。亚瑟兰斯曾要求把茶送到他的房间，声称自己略感不适。门房贝尔尼耶遵照鲁莱塔比尔的指示报告说，那天晚上他曾被看林人本人要求去追捕偷猎者，毕竟看林人已经死了，无法反驳他了。他们两人约好在向树林不远的地方见面，但由于看林人没有出现，贝尔尼耶便出去找他。他快到塔楼时，经过庭院的大门，看见一个人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即城堡右翼的尽头，飞快地跑去。就在那一刻，几声左轮手枪的枪响在逃跑者身后响起。鲁莱塔比尔出现在画廊的窗户上，他看见了贝尔尼耶，认出了他，看见了他的猎枪，便对他喊叫开枪。于是贝尔尼耶开了枪，他的猎枪已经准备好了，而且他确信自己重伤了那个逃跑的人，他甚至一度以为自己杀死了他。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鲁莱塔比尔检查了那具倒在枪口下的尸体，并向他指出那具尸体是被刀刺死的为止。此外，他仍然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如果找到的尸体不是我们都曾向其开枪的那个逃跑者，那么那个逃跑者必定在某个地方。然而，在我们都聚集在尸体周围的那个庭院小角落里，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容纳另一个死人或活人而不被我们发现。贝尔尼耶就是这么说的。但是预审法官回答他说，当我们身处庭院的那个小空间时，夜晚非常黑暗，因为我们都未能辨认出看林人的脸。为了认出他，我们不得不把他抬到门厅。对此，贝尔尼耶反驳说，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另一个或死或活的身体，那我们至少也应该踩到他了，因为庭院的那个尽头非常狭窄。总之，不算尸体，我们当时有5个人，如果另一个身体逃脱了，那才真是奇怪。通往庭院那个尽头的唯一门户是看林人房间的门，而且是锁着的。我们在看林人的口袋里找到了钥匙。无论如何，由于贝尔尼耶的推理乍看之下似乎合乎逻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开枪打死了一个被刀刺死的人。预审法官便不再纠缠于此，
从中午开始，对所有人来说都很明显，这位法官确信我们放跑了那个逃犯，而在那里发现的尸体与我们的案子毫无关系。对他而言，看林人的尸体是另一个独立的案件，他想立即证明这一点，而且很可能这个新案件与他几天来对看林人的生活习惯、他的友谊，以及他最近与堡垒客栈老板娘的风流韵事所形成的看法相吻合，同时也证实了他可能收到的关于马蒂厄爸爸曾对看林人发出死亡威胁的情报。因为在1点钟，马蒂厄爸爸，尽管他因风湿病而呻吟不已，尽管他妻子提出抗议，还是被逮捕，并由专人押送至科尔贝伊。然而，在他家里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但是就在前一天晚上，他与一些马车夫的谈话，那些马车夫后来重复了谈话内容，比在他床垫下发现那把杀死绿衣人的刀子更能让他陷入困境。我们正被这么多既可怕又无法解释的事件弄得晕头转向。这时，令所有人大为错愕的是，我们看见弗雷德里克·拉尔桑来到了城堡。他是在一见到预审法官后就立刻离开，现在又带着一名铁路员工回来了。我们当时和亚瑟兰斯在门厅里谈论着马蒂厄爸爸是否有罪。说实话，只有亚瑟兰斯和我在说话，因为鲁莱塔比尔似乎神游天外，根本不理会我们说的话。预审法官和他的书记员在绿色客厅里。罗伯特·达尔扎克当我们第一次来到格兰迪耶时，曾把我们带到那里。雅克爸爸刚被法官叫进客厅，罗伯特·达尔扎克则在楼上，在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里，和斯坦格森先生以及医生们在一起。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带着铁路员工走进了门厅。鲁莱塔比尔和我立刻认出了那个留着金黄色小胡子的员工。啊哈！是埃皮奈奥尔日的员工，我喊道，然后看着弗雷德里克·拉尔桑，他笑着回答：“是的，是的，您说的对，他是埃皮奈奥尔日的员工。”说完，这位大弗雷德便吩咐守在客厅门口的警察去向预审法官通报。雅克爸爸立刻走了出来。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和那名员工则被带了进去。过了一会儿，大约10分钟，鲁莱塔比尔非常不耐烦。客厅的门再次打开，警察被预审法官叫了进去，又走了出来，上了楼梯，又下了楼梯。他随后打开客厅的门，没有关上，对预审法官说：“法官先生，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不想下来。”怎么会不想下来？马凯先生喊道。不，他说，他不能在斯坦格森小姐目前这种状况下离开他。好吧，马凯先生说，既然他不想来，我们就上去。马凯先生和警察上了楼，预审法官示意弗雷德里克·拉尔桑和铁路员工跟着他，鲁莱塔比尔和我走在最后面。我们就这样来到了画廊，在斯坦格森小姐前厅的门口，马凯先生敲了敲门，一个女仆出现了，是希尔维，一个头发是暗淡金黄色、神情沮丧的女仆。斯坦格森先生在里面吗？预审法官问道。是的，先生。告诉他，我想和他谈谈。希尔维去叫他了。教授走了出来，他正在哭泣，那样子真叫人可怜。您又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问法官。难道你们不能在这种时候让我安静一下吗？先生，法官说，我必须和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进行一次会面。您能否说服他离开斯坦格森小姐的房间？否则，我将被迫带着司法部门的所有人员强行进入。教授没有回答。
他看着法官、警察以及所有陪同他们的人，就像受害者看着刽子手一样，然后又走进了房间。罗伯特·达尔扎克立刻走了出来，他脸色苍白，神情沮丧。但是，当这个不幸的人看见弗雷德里克·拉尔桑身后的铁路员工时，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他用迷茫的眼神看着，忍不住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我们都注意到了他那痛苦扭曲的面容，都不禁发出一声同情的感叹。我们感觉到正在发生一些决定性的事情，这将决定罗伯特·达尔扎克的毁灭。只有弗雷德里克·拉尔桑脸上洋溢着喜悦，显露出猎犬终于捕获猎物时的那种得意。马凯先生转向达尔扎克先生，指着那个留着金黄色小胡子的年轻员工，说道：“您认识这位先生吗？”“我认识他。”罗伯特·达尔扎克用一种徒劳地想装作坚定的声音说道：“他是埃皮奈奥尔日车站的一名员工。”这位年轻人，马凯先生继续说，声称他看见您在埃皮奈下了火车。昨晚，达尔扎克先生补充道，10点半，是真的。一阵沉默。达尔扎克先生，预审法官带着充满痛苦情感的语气继续说道：“达尔扎克先生，您昨晚去埃皮奈奥尔日做什么？那里离斯坦格森小姐险些被谋杀的地方只有几公里。”达尔扎克先生沉默了，他没有低下头，但闭上了眼睛，或许是因为想掩饰他的痛苦，或许是因为害怕别人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他的秘密。达尔扎克先生，马凯先生坚持道：“您能告诉我，您昨晚是如何度过的吗？”达尔扎克先生再次睁开了眼睛，他似乎已经完全恢复了镇定。“不，先生，请您仔细考虑，因为如果您坚持这种奇怪的拒绝态度，我将被迫将您置于我的控制之下。”“我拒绝。”达尔扎克先生，我以法律的名义逮捕您。法官刚说完这些话，我就看见鲁莱塔比尔突然朝达尔扎克先生做了一个动作，他肯定想说话，但后者用一个手势制止了他。警察走进了囚犯，就在这时，一个绝望的呼喊声响起：“罗伯特，罗伯特！”我们认出是斯坦格森小姐的声音。听到那痛苦的声调，没有人不为之动容，连拉尔桑这次也脸色苍白了。至于达尔扎克先生，他应声已冲进了房间。法官、警察和拉尔桑跟在他后面走了进去，鲁莱塔比尔和我则站在门口。那景象令人心碎。斯坦格森小姐脸色苍白如死，不顾2位医生和他父亲的阻拦，从床上坐了起来。他颤抖着双臂，伸向罗伯特、达尔扎克、拉尔桑和警察正抓着他。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看见了，他明白了。他的嘴似乎要低声说出一个字，一个在他毫无血色的嘴唇上消逝的字，一个没有人听到的字。然后他又昏倒了。他们迅速把达尔扎克带出了房间。在我们等待拉尔桑去找来的马车时，我们留在了门厅里。我们都非常激动，马凯先生泪流满面。鲁莱塔比尔趁着这普遍感伤的时刻，对达尔扎克先生说：“您不为自己辩护吗？”“不。”囚犯回答。“那么我来为您辩护。”“您不能。”那个不幸的人带着一丝可怜的微笑断言道：“斯坦格森小姐和我都没能做到的事情，您也做不到。”“是的，我会做到的。”鲁莱塔比尔的声音异常平静和自信。他继续说：“我会做到的，罗伯特·达尔扎克先生，因为我知道的比您多得多。”“别烦我了。”
达尔扎克几乎带着愤怒低声说道：“哦，请您放心，我会知道比拯救您所必须知道的更多。没什么可知道的，年轻人。如果您想得到我的感谢的话。”鲁莱塔比尔摇了摇头，走近他。听着，他低声说：“我希望这能让您信任我。您只知道凶手的名字，斯坦格森小姐只知道凶手的一半，但是我，先生，我知道全部两半，我知道整个凶手。”罗伯特·达尔扎克睁大了眼睛，那眼神表明他一个字也没听懂鲁莱塔比尔刚才对他说的话。与此同时，弗雷德里克·拉尔桑驾驶的马车到了，他们让达尔扎克和警察上了车，警探则坐在车夫的位置上。他们把囚犯带往了科尔贝伊。